剑圣城的张负责人也赫然在列，他站在秦烈身侧，脸上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得意。陈平，你给我滚出来！秦烈怒吼一声，声音如同惊雷般炸响。我儿若有三长两短，我定要你剑宗上下鸡犬不留。陈平缓步走出大门，身后跟着墨尘、胡麻子和凌雪以及所有剑宗弟子。虽然人数远远不及对方，但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视死如归的决绝。秦风在哪？秦烈死死盯着陈平，眼中的杀意几乎要凝成实质。废了修为，扔在城外了。陈平语气平淡，仿佛在说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。你找死！秦烈气得浑身发抖，地仙境8品的威压如同海啸般爆发。我儿双臂被斩，修为尽废，你竟还敢如此嚣张！他咎由自取。陈平毫不畏惧地迎上他的目光，若不是师尊开口，他早已是一具尸体。而且你记住，这里是剑圣城，李淳风的地盘不是你神剑山庄的地盘。陈平知道自己身后有李淳风，所以并不怕这秦烈，哪怕秦烈召集如此多的宗门，陈平也不怕。提到李淳风，秦烈的脸色微微一变，但随即又被愤怒取代。别以为搬出李城主就能吓住我，今日之事，就算是城主来了，也保不住你。他侧身看向张负责人，张兄，这陈平在剑圣城内动武伤人，草菅人命，难道不该按照规矩处置吗？张负责人清了清嗓子，上前一步道：陈平，你屡次在剑圣城内引发冲突，重伤神剑山庄少主，已触犯城规。念在你初犯，若肯自废修为，交出剑宗驻地，老夫或许还能为你求情，饶你一命。这番话看似公正，实则偏袒之意溢于言表。陈平不解地看着那张负责人，没想到此人变化如此之快。在比试的时候，张负责人还以自己的身份地位强压秦烈不要动武，可是现在竟然站到了秦烈一边。不用说，这家伙肯定拿了秦烈的好处，而且这好处是让他不能拒绝的。哈哈哈！胡麻子忍不住大笑，姓张的，你怕是收了秦家的好处吧？秦风带人上门挑衅，咏春要陷害凌雪姑娘，怎么到你嘴里就成了陈平的错？张负责人脸色一沉，休要胡言，老夫行事向来公正。公正？陈平嗤笑一声，我看是神剑山庄送你宝物了吧？他的目光扫过张负责人，似乎要把他看透。张负责人脸色微变，显得有些尴尬。他确实受到了神剑山庄送的宝剑，而且还是神剑山庄的镇庄之宝，否则他身为剑圣城的负责人，也不会如此公然地站到秦烈一边。还有这些宗门的负责人，也都是从神剑山庄得到了好处，所以才跟着秦烈讨伐陈平和剑宗的。毕竟在这个弱肉强食的社会，无利不起早，他们跟着陈平非亲非故的。既然神剑山庄愿意拿出好处，他们也都十分乐意地接受了。一派胡言！张负责人色厉内荏地喝道：给我拿下这狂妄之徒！随着他一声令下，周围的修士立刻围了上来，各种法宝灵光闪烁，杀气腾腾。墨尘将陈平护在身后，长剑出鞘，想动我弟子，先踏过我的尸体，不知死活。秦烈冷哼一声，亲自出手。地仙境8品的掌风带着毁天灭地的气势，直扑墨尘面门。师尊小心！陈平大惊，想要上前阻拦，却被数名的仙境修士缠住。砰！墨尘根本不是秦烈的对手，被一掌拍飞出去，重重地撞在墙上，口中鲜血狂喷。师尊！老东西！陈平和胡麻子同时怒吼，想要救援，却被死死拦住。秦烈一步步走向倒地的墨尘，脸上露出残忍的笑容。墨尘，当年你剑宗何等风光，如今还不是落得这般下场？交出你们剑宗的秘籍，我或许还能给你个痛快。痴心妄想！
墨尘咳出一口血沫，眼中满是不屈。秦烈眼中杀意暴涨，抬脚便要朝着墨尘的头颅踩去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一道清冷的声音响起：“秦庄主，以大欺小，未免太过难看了吧？”众人循声望去，只见凌雪不知何时挡在了墨尘身前，手中长剑直指秦烈。尽管身形因恐惧而微微颤抖，眼神却异常坚定。一个小丫头片子也敢拦我？秦烈眼中闪过一丝不屑，掌风不变，朝着凌雪拍去。他根本没把这个凌雪放在眼里，这一掌下去，轻则重伤，重则毙命。陈平目眦欲裂，想要挣脱束缚，却无能为力，只能眼睁睁看着掌风逼近。砰！预想中的惨状并未发生，凌雪身前突然出现一道金色的光幕，硬生生将秦烈的掌风挡了下来。谁？秦烈脸色微变，猛地看向四周，只见李淳风不知何时出现在院中，手中拂尘轻轻一挥，那道金色光幕便缓缓消散。李城主！秦烈瞳孔微缩，他没想到李淳风会再次出现。此事与城主无关，还请不要插手。剑圣城内禁止私斗，秦庄主忘了吗？李淳风语气平淡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。秦烈脸色阴晴不定，他知道李淳风的实力深不可测，若是对方执意要保陈平，自己还真讨不到好处。但一想到儿子的惨状，他心中的怒火便再次燃烧。城主，这小子伤我儿，毁我神剑山庄颜面，此仇不共戴天。秦风挑衅在先，用卑劣手段在后，陈平只是自卫反击。李淳风淡淡道：“此事我已经查明，神剑山庄理亏在先，若秦庄主执意要闹，休怪老夫不客气。”地仙境九品的威压如同实质般笼罩下来，秦烈顿时感觉呼吸困难，脸色变得苍白。他身后的那些宗门掌权者也纷纷后退，显然对李淳风极为忌惮。好一个李淳风！秦烈咬着牙，眼中闪过一丝怨毒。今日之辱，我神剑山庄记下了。我们走。说完，他狠狠瞪了陈平一眼，带着人狼狈离去。那些原本跟着秦烈来凑热闹的宗门见状，也纷纷识趣的撤退，生怕惹祸上身。张负责人看着这一幕，脸上青一阵白一阵，想要说些什么，却被李淳风冷冷的目光逼退。危机解除，所有人都松了口气。多谢李城主再次援手。陈平走上前，郑重地行了一礼。李淳风摆了摆手，举手之劳。不过秦烈此人睚眦必报，你还是多加小心。他顿了顿，又道：“我还有要事处理，先走一步，若有难处，依旧可以喊我。”说完，他便化作一道白虹，消失在天际。看着李淳风离去的背影，陈平心中百感交集。陈平师兄，你没事吧？凌雪走到他身边，担忧地打量着他。我没事。陈平摇了摇头，看向被弟子扶起的墨尘：“师尊，您感觉怎么样？”墨尘摆了摆手，脸色依旧苍白。老骨头还撑得住，只是秦烈绝不会善罢甘休，我们恐怕要有大麻烦了。胡麻子也忧心忡忡，那老东西在五重天经营多年，人脉遍布，若是真联合各大宗门对付我们，就算有李城主护着，恐怕也难以招架。陈平沉默不语，他知道这只是暴风雨前的宁静。秦烈的报复迟早会来，而且会更加猛烈。此时的秦烈带着人离开，脸色阴沉的能滴出水来。马车里被斩断双臂，废去修为的秦风如同烂泥般瘫着，眼中除了怨毒只剩死寂。爹，我要杀了他，我要让陈平碎尸万段。秦风的嘶吼声嘶哑难听，断口处的血痂因为激动而再次崩裂。秦烈猛地一拍车壁，车厢瞬间凹陷下去。放心，为父定会让他求生不得求死。他眼中闪过一丝狠厉，原本以为借助张负责人和各宗门之力能稳操胜券，却没料到李淳风会如此护着陈平。地仙境九品的威压如同悬顶之剑，
只要李淳风在建圣城一日，他便难有胜算。陈平、秦烈咬牙切齿：“你真以为躲在建圣城就能高枕无忧？”秦烈决定继续去找帮手。他们神剑山庄可是出了名的铸剑名庄，只要肯拿出好处，他就不信找不到帮忙的人。而且秦烈还知道，陈平跟着神殿有着矛盾。当初神殿六殿主还找过陈平，所以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。秦烈决定去六重天去找六殿主。3日后，一辆不起眼的黑色马车驶出神剑山庄，一路朝着西北方向疾驰。车厢内，秦烈望着窗外飞逝的景物，手中摩挲着一枚刻满诡异符文的黑色短剑。这是他早年神剑山庄的先祖打造而成，是用万年玄铁打造，还在上面刻了符文。秦烈打算用这把短剑请六殿主一起对付陈平。六重天，云雾缭绕的山峦间，一座通体由黑色晶石铸成的宫殿悬浮在半空，殿顶的6颗血色宝珠散发着令人心悸的气息。秦烈站在冰冷的玉阶上，手中高举着那枚黑色短剑。神剑山庄秦烈求见殿主大人。秦烈不敢贸然闯入六殿之中，毕竟六殿背后是神殿，而神殿背后可是整个神族。神剑山庄再牛逼，也惹不起整个神族。秦烈连喊2声，殿内死寂无声，只有烛火在微风中摇曳。半炷香后，一道沙哑的声音如同生锈的铁器摩擦：“神剑山庄的秦庄主，来我六殿做什么？”秦烈浑身一颤，额头渗出冷汗：“我愿献上神剑山庄至尊宝剑，只求六殿主大人出手诛杀一人。”哦，那声音带着一丝玩味：“谁值得你如此破费？”陈平，秦烈淡淡的说道。听到陈平2个字，六殿主猛然起身。他早就想杀了陈平，只可惜4殿主派云秀出面，直接威胁他，阻止他杀陈平。六殿主这才没有办法，可不杀陈平，他也没办法跟着3殿主交差，这让六殿主十分难办。现在秦烈正好找上门，六殿主正好顺水推舟，还能得到宝剑。进来吧。六殿主开口，让秦烈走了进去。六殿主一招手，秦烈把手里的短剑丢了过去。六殿主看着短剑，爱不释手。好，我可以帮你，不过那陈平身边也有不少帮手，你最好多找些人。六殿主说道。秦烈点了点头，谢殿主，我会再找其他人的。六殿主嗯了一声，然后一摆手。片刻后，3名身披血色战甲的修士从殿内走出，为首者面无表情，气息竟已达到的仙境9品初期，比起李淳风也不遑多让。这是我们3殿主派来的3名神族血卫，让他们3个帮你，定能杀了那陈平的。六殿主的话让秦烈高兴不已，一下子3个的仙境9品修士，直接就不用怕那李淳风了。随我等行事，不得妄动。为首的血甲修士声音冰冷，转身朝着殿外走去。秦烈连忙跟上，心中悬着的石头终于落地。有神殿6殿出手，就算李淳风亲自下场，陈平也必死无疑。不过秦烈为了稳妥，在把3名神族血卫安排在神剑山庄之后，又马不停蹄地前往了黑风山脉。陈平一直在寻找恶道殿的分店，秦烈也打探到了这一点。毕竟陈平在信息楼闹得那么热闹，剑圣城的人几乎人人皆知，只要再请动恶道殿的人，这一下就稳了。黑风山脉，瘴气弥漫的山谷中，一座由骷髅头堆砌的祭坛上，幽无邪正盘膝而坐，他周身环绕着浓郁的黑气，原本虚幻的身影已凝实许多，显然借助恶道殿的秘法恢复了大半实力，肉身也已经恢复了。长老，神剑山庄秦烈求见。一名青面獠牙的护卫上前禀报。幽无邪睁开眼，眸中闪过一丝寒芒，让他进来。秦烈踏入祭坛时，忍不住打了个寒战。祭坛四周挂满了修士的骸骨，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血腥味。
比起圣光宗的伪善，这里才是真正的人间地狱。幽兄，别来无恙。秦烈强压下不适，拱手笑道。幽无邪缓缓起身，活动着新生的躯体，骨骼发出噼里啪啦的脆响。秦庄主大驾光临，不知有何贵干？我想与恶道殿合作，除掉一个人。秦烈开门见山，此人与幽兄也有旧怨。是谁？陈平。陈平。幽无邪猛地攥紧拳头，黑气在掌心翻涌，那个毁我肉身的杂碎。祭坛后方传来脚步声，幽无极与幽月父女缓步走出。他们逃离之后，就找到了幽无邪，暂时寄居在了这里。幽月脸上带着怨毒，叔叔，这个陈平毁了我们的宗门，和他在一起的胡麻子还把我的清白夺走了。幽月早就想杀了陈平和胡麻子，可惜幽无邪肉身一直没有恢复，所以一直在等。幽无极心疼地抚摸着女儿的头，对着幽无邪道：“弟弟一定要杀那陈平。”幽无邪点了点头，看向秦烈问道：“秦庄主想如何合作？”我已请动神殿6殿的高手，只需恶道殿再出一份力，定能让陈平插翅难飞。秦烈沉声道：“事成之后，陈平身上的宝物，恶道殿可优先挑选。”幽无邪眼中闪过贪婪，此话当真，绝无虚言。就在这时，一道阴恻恻的声音从祭坛深处传来：“既然是对付李纯封护着的人，本座岂能缺席？”